观众朋友好，这里是大时局。北京乱了，中共4中全会还没开，习近平的后院先炸了。中共国防部17号下午罕见宣布，9名上将同日遭立案，开除军籍、党籍。何卫东、苗华、王厚斌全是习的心腹，可下令的却不是习，而是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同一时间，胡锦涛、汪洋、刘源、温家宝、吴春华密会支援。中南海内部传出一句话：这不是清洗，是接管。更狠的是，习家的钱袋子也被端了。万科董事长辛杰被带走，深圳地铁万科这条经脉是习家资金网的核心，这不是反腐，而是抄家行动。军权被夺，财权被掐，程序被锁。中共4中全会还没登场，中共内部已经开打。这几天，像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ABC、英国媒体 BBC 这类国际媒体都在做中共4中全会的前瞻性观察，路径很一致，与熟悉中国政治的学者、资深记者对话。BBC 中文把焦点放在3个层面，第一个是一城一动。按惯例，中共5中全会才谈5年规划，此次4中全会就先审15-5规划，显示经济压力已经逼近，需要提前回应。第二个是人事整肃，对中共高层的大面积整顿更像权力展示。第三个是安全优先，中共官方的语境会把稳定放到经济之上。BBC 认为，这次把5年蓝图提前放到中共4中全会来审议，反映的不是流程改造，而是经济压力与政权安全的现实紧迫。也就是说，北京当局把安全放在了国家治理体系的第一位。而 BBC 找了几位当年追中国议题的学者来解读今年中共的4中全会。曾经在中国学习了6年，并在1988年至1994年间以驻华记者身份报道中国的加拿大华裔记者黄明珍称，4中全会上必须观察谁坐在哪里，谁先走上主席台，谁在场，谁不在场。对于那些突然消失、可能接受调查或是非正常免职的中央委员们，将是很难得的晴雨表。澳大利亚邦德大学中国问题专家平义副教授认为，现年72岁的中共党魁习近平似乎不愿退休，他仍决心保持控制力，可能试图留任至死，这对他个人而言是最安全的途径。换句话说，外媒的基调是别期待剧烈的人事翻盘，但是一定要盯现场细节。这个时候，中共4中全会前，北京自己就把细节变成了新闻。17号下午，中共国防部发言人张晓刚直接通报，经党中央、中央军委批准，对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军委政治工作部前主任苗华、军委政治工作部前常务副主任何鸿钧、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前常务副主任王秀斌、东部战区前司令员林向阳、陆军前政委秦树同、海军前政委袁华志、火箭军前司令员王厚斌、武警部队前司令员王春宁共9人立案审查调查，且此前军籍已被开除。党籍方面，含何卫东在内的8名中央委员开除党籍，待全会时予以追认。涉罪问题移送军检机关。官方措辞是，贪腐数额特别巨大，性质极为严重，影响极其恶劣。这一纸通报有几个罕见点，其中被查军官级别都很高。何卫东是中共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在任上被官宣处置，分量极罕见。一次性点名9人，覆盖战区各军兵种，联合作战指挥中枢，像把军中主骨干整排清空。程序上把军纪处分与军级处分司法移送一次打包，等于直接把回旋空间锁死在中共4中全会前夕。这些人全部是习近平的军中亲信，这意味什么？习近平在军中的亲信被一锅端，习近平军权旁落被坐实。手握军权的军中第2把手，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令国防部宣布处理9人的指令，恰好印证了15号自媒体人山河东夫的爆料。他说，近期张又侠紧急找到温家宝、王洋和胡春华来共同商议，
并由胡春华向胡锦涛汇报。张友侠在会议中指出，他近期发现了中央警卫局出现了频繁的换防活动，甚至出现了许多新面孔，而这在以往的惯例中是极为罕见的。他还注意到，中共公安部部长王小洪和中共政治局常委蔡奇近期疑似频繁出入四中全会的筹备会场，这些现象让他感到很不简单。张友侠坦言，如果按照正常的组织程序，习近平几乎是不可能答应和平退休的。中共四中全会极有可能演变为一种更为激进的斗争方式，这将破坏胡锦涛等中共元老一贯坚持的团结稳定的局面。温家宝则回应道，他和汪洋以及党内的其他中共元老都会一如既往地支持张友侠，一定会站在他和刘源这一边的，即便在必要时采取激进方式，他们也不会对张友侠有所责怪。习近平不想退位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据传，习近平又在以退位的名义提出自己的主张和条件。山河东夫17号爆料说，习近平先后私下拜访刘源和汪洋，通过他们向张友侠和中共元老派传达心意，就是无论四中全会结果如何，他习近平都坚持要收复台湾。习近平建议开展海上军演，作为他本人的谢幕演出。元老派同意了军演，但是将军演规模定为常规，而非个人出风头的表演秀，并警告习近平不要有坏心思干扰中共四中全会的结果，这是全党的共识，绝非一两个人可以左右。习近平拜访刘源和汪洋，意在通过拉拢军方以及温和派的支持，防范中共四中全会可能出现的逼宫。知情人称，习近平在不清楚中共四中全会走向的焦虑情绪之下，寝食难安，无端狂怒，多次对中共政治局常委的部分官员大发雷霆，甚至直言不讳地表示，他需要一场大的斗争。习近平的焦躁也是非空穴来风。10月13号，万科董事长辛杰以个人原因辞职，但多家媒体指出，他于9月18号的深圳一场会议上被带走后，失联近1个月。而在9月12号，北京市民政局取缔与“一带一路”深度捆绑的太和智库，理由是未经登记，这被视为清理习近平家族外围的讯号之一。也就是说，在中共四中全会的权力博弈中，反习阵营在打击习近平家族的钱袋子。自媒体人江峰在节目中表示，辛杰的被抓，这不是公司治理的意外，而是四中全会前的政治外科手术，先斩断习近平家族的经济命脉，向其施压震慑。因为辛杰不是普通职业经理人，他是从深圳地铁空降的看守人，手里握着寸土寸金的深圳地铁上的建筑土地开发和国有地产龙头万科开发与融资。他是这2条黄金管道的总阀门，拿下他等于把习家在深圳的现金流龙头关闭。1978年，刚刚在广东复出，担任省委第1书记的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面对的是一个百废待举、逃港风潮不止的烂摊子，心急如焚。他当时有一句名言说，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可能几年就上去了，但是在现在的体制下，举步维艰。习仲勋的呐喊得到了2位关键人物的回应，一位时任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兼任国家建委主任和基建工程兵政委的古牧。古牧当时在中国对外开放政策上是主要设计者和执行者，多次南下广东调研，跟习仲勋一拍即合。另一位就是这盘大棋的最终拍板者，中共的实权派人物邓小平。习仲勋在前线冲锋，大胆提出要在深圳、珠海搞出口经济特区。古牧在北京中枢给他运筹，将广东的报告和方案一起摆到了邓小平的案头，最终是邓小平一锤定音搞经济特区。但邓小平又说，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深圳特区就在习仲勋提议、古牧推动、邓小平拍板下诞生了。当时深圳就是宝安县的中港边境上的一个菜园子和荒地。古牧手下的那支50万人的皇家工程队，
基本建设工程兵于1982年到1983年间整建制的来到深圳集体转业，一夜之间从中共大兵变成了特区的建设工人，成了深圳特区最早的拓荒牛。基建工程兵第31支队的下属302团、303团和304团，原来都是战功赫赫的王牌工程部队。302团就是辛杰的父亲辛长明所在的部队体系。这支部队在深圳集体转业后，直接挂牌成立了深圳市市政工程公司。这家公司就是后来辛杰长期担任董事长的天建集团的前身，血脉传承一清二楚。303团转业后，成立另一家深圳建筑业的巨头深圳市粤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这家公司至今仍在深圳的基础建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第三条血脉也是最关键的一条，304团这支部队转业没去深圳，留在了贵州安顺，参与建设一个当时极为机密的国防工程，代号011基地，是个飞机工厂。原班人马就地转业，成立了贵州安大飞机制造厂，也就是今天的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旗下的安顺飞机制造公司。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就是基建工程兵第31支队第304大队的一名技术干部，他亲身参与了011基地的建设。深圳的天建、粤众、贵州的安顺飞机制造公司、深圳的华为，他们的根都深深地扎在这片由基建工程兵浇灌的红色土壤里。这不是一个松散的商业联盟。古墓原名叫刘家宇，他的儿子刘念远曾经长期担任深圳大学的社科院院长，而深圳市中心地段帝王大厦、锦丰大厦就是古墓的另一个儿子刘立远通过总后和工程兵在免费拿下的地段盖的楼。万科集团创始人王石，他的父亲叫王辉，是中共开国上将王震领导的工程铁道兵手下的高级军官。王石的干爹就是王震。辛杰是军二代这个红色血脉的嫡系传人，他在中共4中全会前夜突然从棋盘上被拿掉，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商业丑闻或者是反腐案件，这是一次精准的政治打击。他的目标不仅仅是辛杰或者万科集团，而是直指习近平。习仲勋和古墓关系非同寻常。据中共官媒当年的公开报道说，1978年习仲勋临危受命南下广东主政，当时中央决定让他的大女儿，也就是习近平的亲姐姐齐乔乔，以秘书的身份陪同父亲一同前往。这也是中共高级干部的一个惯例，子女做秘书。他是最早亲临深圳的习家核心成员。接下来履历就是破天惊了。习仲勋调回中央工作之后，齐乔乔随着父亲从深圳离开，回到了北京。他被安排进入古墓，担任政委的中央基建工程兵部队，成了兵马大元帅古墓麾下的一名军官。古墓家的孩子们则被安排在深圳习仲勋地盘深圳大学负责思想文化，而刘立远在商业领军。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合作，而是家族人质交换般的一种政治互信，是彻底的权力融合。齐乔乔一路高升，担任过基建工程兵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外事办主任，大校军衔，是当年全武警最年轻的副师级干部。1990年，习仲勋晚年时选择了长期居住在深圳。已经在武警总部身居高位的被重点培养的齐乔乔，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主动辞去军职，放弃大好仕途，再次南下深圳专职陪伴父亲。大家认为他是孝顺，但是在政治层面上，等于宣告一个不争的事实：深圳不仅仅是中共的经济特区，更是习家的家业和根据利益。这不是简单的养老，而是公主监国，亲自看守家族最重要的资产。辛杰作为红色体系里成长起来的军二代，忠诚可靠，自然也就成了这个体系在习时代里负责看守核心资产的不二人选。抽丝剥茧的推理之后，我们就可以准确解读了辛杰的倒台，不仅仅是打击了习的派系，更是直接捅向了习近平家族最核心、最敏感的私人进贡万科集团。辛杰在被派到万科担任董事长之前，他是深圳市地铁集团的党委书记、董事长，
是深圳地铁的最高掌门人。深圳地铁一边在地下造地铁，一边在地铁上盖房子。而在深圳这座寸土寸金的城市里，所有地铁线路上盖的那些商业和住宅物业的独家开发权，就成了一座挖不完的金矿。根据日本朝日新闻早在2012年的深度调查，以及后来多家海外媒体的证实，习近平的大姐齐乔乔和姐夫邓家贵负责在深圳地铁上搞房地产开发。据自由亚洲2019年6月21号报道，彭博社根据文件记录罗列出习近平姐姐齐乔乔一家的主要财富内容。有1997年，齐乔乔和丈夫邓家贵在深圳市远维实业公司的企业中投资1530万元人民币。这家公司的资产不能公开交易，但是其中的一个子公司深圳亚维投资名下的资产到2010年底时为18.5亿元。根据一家股票公司2011年的文件显示，这对夫妇拥有这家公司99%的股份。百度资料公开显示，深圳市远维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2004年7月7号，注册资本5000万元，注册地位于深圳市罗湖区人民南路深房广场 B2405 室。该公司通过持股90%，成为深圳市地铁远维商业发展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出资900万元，于2013年8月26号完成实缴。真相已经不言而喻了。万科已经不是王石的万科，而是深圳地铁的万科。深圳地铁也早已不是深圳市民的深圳地铁，很大程度上，它成了习近平家族在深圳的超级提款机。辛杰的被抓不是反腐，而是抄家，直接斩断了习近平家族通过深圳地产攫取巨额财富的最重要的一只手。从中共国防部一次性点名9名上将出局，到军演换退场的议价，再到辛杰被带走，万科连环震荡，这一串动作把中共4中全会的主战场从会场话术拉回到3根硬杠杆：军权、财权、程序权。军中整肃先把变数盯牢，资产线掐伐直指习家钱袋子，程序上盯出席率、补位与公报用语。接下来就看3个信号：谁到谁缺，军委如何补，经济与安全谁排前。若军演被严格常规化，人事补位不失控，文件语气偏稳，说明逼宫已可控过度收官。反之，任何非常规动作都可能把暗流推成明浪。中共4中全会不是终点，而是权力再分配的分水岭。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